價格碾壓實體餐廳，繼夜市性價比之王。曾經保付不超10元的路邊攤，怎麼就成輕奢刺客了？很難相信啊！僅僅過去10年，這個5塊錢管飽的路邊攤，現在卻成了20塊坑人的路邊攤刺客。以前5塊錢能買2根澱粉腸配1碗酸辣粉，如今隨便點個手抓餅加腸就敢要15，糖炒栗子論2賣，章魚小丸子3顆就要10塊錢。先前有網友評論，以前一份炒飯炒粉10塊錢，有蛋有肉還有火腿腸，現在15一份只有蛋，可一個路邊攤不用房租水電，還不用收拾衛生，價格為啥要比門店小吃還要貴呢？從5塊管飽到20塊坑人的路邊攤，怎麼就成了街角的價格刺客了呢？大概是2010年到2018年那幾年，是街頭小吃最亲民也最熱鬧的時候。老板們大多是夫妻檔，推着小推車走街串巷，沒有房租压力，原材料直接從批发市场拿貨，省去了中间環節。可誰也沒料到，短短幾年時間，這些平民美食就開始集體漲價。最直觀的就是澱粉腸，從1塊漲到2塊用了5年，從2塊漲到3塊只用了1年。現在有些商圈的攤位甚至敢賣5塊錢一根。更誇張的是章魚小丸子，以前10塊錢能買6個，現在同樣的價格只能買3個，丸子裡的章魚丁小的像指甲蓋，全靠面糊和卷心菜湊數。那麼這些路邊攤漲價到底是不是空穴來風呢？首當其冲的就是原材料成本的飆升。就拿澱粉肠來說，它的主要原料是鸡肉和澱粉。2018年雞胸肉批发價大概8塊錢一斤，到2023年漲到了15塊錢一斤，翻了近1倍。澱粉的價格也從每斤1塊2漲到了每斤1塊8，再加上食用油、調味料的漲價，一根澱粉腸的成本從3毛漲到了8毛。而糖炒栗子的原料波動更厲害，2020年板栗收購價是3塊錢一斤，但2023年板栗因為減產，收購價直接飆升到了8塊錢一斤，再加上炒制過程中15%的損耗，成本一下就上去了。但比原材料更狠的是攤位成本。以前路邊攤大多是流動港，找個不影響交通的角落就能擺攤，除了偶爾要躲城管，基本沒有其他成本。現在不一樣了，為了規範管理，很多城市都劃定了專門的小吃攤位，比如杭州武林夜市的一個小吃攤位，一年租金就要12萬，平均下來每天租金330塊錢。上海城隍廟的黃金攤位更誇張，月租金高達5萬，折算下來每天要賺1600多塊錢才能回本。攤主們為了覆蓋成本，只能把價格往上提。當然每個城市也有不收費的路邊攤，可這些路邊攤的價格卻跟收攤位費的一個價格，這種路邊攤就純屬背刺消費者。除了攤位費上漲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路邊攤也開始搞加盟了。大概是從2019年開始，一批網紅小吃加盟品牌開始橫掃街頭，從手抓餅到蔥油餅再到滷味小吃，幾乎所有常見的路邊攤小吃都被納入了加盟體系。這些品牌打着零經驗創業3個月回本的口號，吸引了大批想賺快錢的創業者。可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？加盟的套路其實要比實體的水還深，就比如今年上半年爆火的大鍋滷菜，最後坑慘了一大波年輕創業者。就这么說吧，大部分的路邊攤加盟打着加盟費只要3萬，總部還包培訓和設備，結果擺攤後才發現總部的坑早就挖好了。首先是食材必須從總部採購，比如同樣的手抓餅皮，批發市場賣一張1塊5，總部卻要賣一張3塊，醬料更是翻倍賣，甜辣醬批發價5塊錢一瓶，總部就要收12塊。更過分的是，總部還規定了最低售價，一個基礎款手抓餅不能低於8塊錢，加腸加蛋必須15塊以上。如果加盟一個手抓餅路邊攤，一天賣50個手抓餅，除去成本和租金，一個月才賺2000多塊，還不如去打工。這些加盟品牌的套路就是靠低加盟費吸引加盟商，再通過壟斷供應鏈賺差價，最後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更糟糕的是，為了追求利潤，總部會默許甚至鼓勵加盟商偷工減料，比如烤腸，加盟品牌則推薦用複合肉腸，肉含量只有10%，全靠香精和澱粉調味，消費者花高價買到的早就不是當年的味道，而是科技與狠活的組裝品。除了成本和加盟的問題，網紅經濟也給路邊攤鍍上了一層溢價濾鏡。看現在的路邊攤，攤位都不是以前的小推車了，很多都搞起了精裝修，統一的網紅打卡車，印着潮流標語，攤主穿着定制工裝，甚至還會請人拍短視頻引流。這些網紅小吃就注定不是靠味道取勝，而是靠顏值和噱頭，幾乎都是一次性的買賣。比如前段時間爆火的芝士拉絲熱狗棒，其實就是把熱狗裹上芝士和面包糠，成本也就3塊錢，卻被包装成網紅爆款，賣15塊錢一根。還有烤紅薯，只是把紅薯裝進了牛皮紙袋，插個小叉子，價格就從10塊錢一斤漲到了20塊錢一個。但話又說回來，路邊攤從平民美食變成了現在的價格刺客，其實最受傷的還是普通消費者。以前下班路上買份小吃5塊錢就能解決一頓，現在買份小吃要先算半天賬，生怕被坑。或許就像網友說的，我們懷念的不是5塊錢的小吃，而是那份不被套路的真誠。希望未來的路邊攤還是少一些刺客吧。